嗨，大家好，我是Joe，我是薇。又到1年1度可以跟我老婆一起拍片的时候，又要牛郎织女一样，1年才有一次跟观众来见面。但是呢，为什么是来跟我老婆开箱这把键盘？就是因为这把键盘叫 Crush 80，然后你知道 Crush 是什么意思吗？撞击、冲击，那是 Crash，C-R-U-S-H， 粉碎的意思，也可以被当作是一见钟情，就像你看到一个人，你的心都粉碎一样，指的是你突然看到一个人，然后你觉得非常的喜欢。这部影片呢，就要跟着我的 Crush 来一起开箱我自新买的 Crush 80。好，话不多说，让我们来进行我们的开箱吧。虽然额外的我们有几个特别来宾，但是我们节目还是要进行下去。这把 Crush 80呢，到手的时候呢，就是这种硬核的包装，跟一般的量产键盘比起来，看起来就是诚意满满。准备好了吗？好。这把键盘呢有附很多配件可以让你改装，钢定位板，然后这个是 Poron 的底棉，2颗备用轴体，然后备用螺丝。上手说明，这键盘是用绒布包裹的，是不是看起来非常有质感？你猜这键盘多少钱？3000啊，差不多啊。低配版是3000，然后我这次是比较高配版本，所以3500，差不多。好，可以把键盘拿出来。我买的是电泳的紫色，然后它是带轴再键帽的成品键盘。好，我们现在访问一下我们当事人，你觉得这键盘好看吗？可以。可以，毕竟觉得好看吗？我们首先就来介绍这把键盘。这把键盘呢是一个标准的80% 键盘 ，F G 左移塞下一个 F13，方向键上方呢有这个心动的指示灯。然后键盘结构呢是这种天包地的，后面呢就只有一个 Type C 的出口。然后键盘底部呢拼接的配重结构，然后正中间呢是一个 WOB 的这个名牌，然后名牌里面呢是这个 2.4G 接收器的收纳槽，可以把这个抠起来，从上面往下抠。WOB 对，这个是名牌。感觉怎么样？好看吗？还不错。我这把外壳是电泳的加工，摸摸看，手感觉如何？对，你觉得3500块值得吗？有点贵。你知道这把键盘是网络上买，其实你要加价才买得到。看完外观之后呢，就让我们来体验看它的打字手感。然后这把键盘呢是出厂没有经过任何调教，跟与其比起来都有显著的进步。只不过呢也要说一下，这个出厂的大键似乎有些状况，特别是这个 Enter 键的右边，还有空白键都有明显的杂音。不过呢，所有大键当中只有这2颗有些许的问题，其他部分都非常的完美。高配副的轴是续滑的极地海轴，品质非常好，基本上也没有杂音。1到5分呢，我觉得它外形可以获得几分？4。打字起来体验呢？5，不错。其实跟我想的还差不多。我觉得呢，它就是针对与75的一个升级的版本，多一点设计呢，然后品质跟质感又再好了一些。价格呢，大概是多了1000块台币，我觉得也是非常的划算的。不过这边也要说一下我观察到的一些缺点。首先呢，就是这个键帽，它的制服呢跟设计，我个人觉得都不是太好，是有点廉价的感觉，毕竟是免费送你的。然后第二部分呢，就是我觉得是键盘背面的这名牌，它设计在这边，我觉得它本身的质感呢跟整体底壳其实不太搭，明显的突兀感。如果它把这名牌做的再有质感一点，我觉得会更好。不过这把键盘的声音跟手感，我觉得是完全是及格的，是我摸过所有量产键盘当中表现最出色的。接下来呢，我就来介绍这把键盘最有特色的快拆设计。所以今天呢，这把键盘的改造就交给我们的特别来宾薇来实现。你有准备吗？没有。正合我意，看全息的新手是不是可以顺利的来拆解改造这把键盘？我要给你介绍一下这把键盘，它是快拆的设计，代表说它不需要使用任何工具就可以把它拆开来。先把它转回来正面，然后双手放在键盘2侧，勾着侧边，大拇指压着键帽，然后用力把上盖往上抬。你顺利打开了，你觉得你用了大概几分力就把它拆开来？3分。3分力。这把键盘就是这么容易就可以拆解它。然后上次你有装过键盘，是不是后面会有排线？然后这把键盘是磁吸排阵的结构，代表说你不需要任何工具，你就可以直接把内胆拿下来，完全不需要任何一个线就可以跟底壳的排线以及电池做连接。好，所以你这样顺利就把键盘拆开了，这就是这把键盘的卖点。觉得很容易吗？容易。对，我也觉得很棒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底壳，这个是 Poron 底棉以及轴座棉。底壳呢，一眼就是型材的结构。由于这把键盘是这个快拆设计，所以它四周呢以及旁边都有这种橡胶，在快拆的时候能够避免它的战损跟旁边的硬接触。所以这把键盘呢，基本上也是非常成熟的快拆设计。背面呢是这个单键开槽的 PCB， 可以适配各种不同的配列，包括分裂的空格、7字的 Enter 以及那个阶梯式的 Caps Lock。可以看到背面的轴座非常的多，只要更换定位板就可以切换不同的配列。
然后 PCB 呢是单键开槽下灯位，这个 PCB 的 gasket， 对，在四周有这个橘色的这个细胶豆，跟之前 Rainier 75的设计非常像。好。拆解完键盘之后，我们就要对这把键盘进行改造。首先呢，就是我要把这个讨厌的键帽换掉，就是这个副的键帽呢，我觉得实在是不太搭，这样子有点廉价感。我决定把它换另外一套键帽，也是紫色的，然后来进行搭配。这个键帽呢是花木兰童趣键帽，对，你觉得颜色还搭吗？好了，不知道搭不搭，至少这套键帽比较好一点了，对，不然我真的看不太下去。然后除了换键帽之后呢，我要请威来调教一下我们这两个卫星轴，包括我们的 Enter 以及我们的空白键，并且呢，由于这把键盘呢，我觉得它打字手感稍微硬了一点，所以我打算把它更换它这个比较薄的底面，在你在打字的时候可以让它内胆下沉能够更多的空间。首先呢，你就是要把所有的键帽拆掉，准备好了吗？好了。键帽说实话也没有那么差啦，只是我觉得它字符有点丑，这样对。这个键帽品质其实还可以，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旭华的极地海轴，我觉得这个轴体呢其实品质非常好，出厂润滑非常到位，按起来没有任何杂音。单键开槽定位板，电源开关在这边，对，在那个 caps lock 的下面。然后我们要改造处理的部分呢，就是我们的 Enter 键以及我们的空白键，所以就要交给我们的威咯。你们觉得上了贼船的感觉？还好。好，首先呢，你要把这个 Enter 跟空白键的轴体拔掉，有用过吗？没有，就是用这个去夹轴体的上下端的卡扣的地方，另外一只手按着我们的内胆夹着，拔起来，成功了。刚刚没有录到，没关系，就直接把下一个 Enter。接下来呢，要把卫星轴移除，所以现在要拿这个镊子，可以看到这个卡扣卫星轴，它下方是不是有一个立起来那一只卡扣？这边这个往内挑，然后把它移除，左右两边一起把它拉出来。对，就这样。接下来就是那个 Enter 键的，两个一起往上扣，然后拿出来。接下来呢，我们把这钢丝卸下来，卫星轴4个全部都扣下来，钢丝转90度。这一次呢，我们要使用的这个钢丝润滑油是我们的 Permatex 22058水彩笔，就把它涂抹在拐弯处以及这个短边，四周都涂满，可以再稍微涂厚一点。好，这就差不多。接下来呢，要把它装上我们的甲轴里面。这个甲轴呢有分2个孔跟1个孔的位置，然后2个孔的位置要对钢丝的位置，对套上去，然后钢丝插进去是对准下面那个孔。好，接下来就是另外一边了。好，恭喜你完成第1个大键调教。好，接下来呢，处理第2个就 OK 了。现在大键就处理好了，只要稍微学一下，看网络上影片，看我的影片，应该就可以顺利学会。第2改造呢，就是我们把它的底棉换掉，因为今天就是纪威第一次来用键盘，不要一次给他太多的挑战，所以现在呢，我们就一个一个装回去。接下来把它放上去，我们的底壳对齐。好，接下来放我们的轴座棉，对，转过来，因为它的方向键跟那个功能区在右边。好，接下来就是放我们的内胆呢，就直接把它放上去，把上盖盖上去，四面直接把它压下去。没错，现在这种快拆设计真的是这样子就好，对新手来说真的是非常的友好，可以让你非常轻松的拆装键盘，方便你对这把键盘进行改造，是不是很简单？简单。最后让我们上键帽，完成这把键盘的改装吧。键盘改装完毕，我们换了底棉以及更换键帽，觉得这效果怎么样？变漂亮。说实话，其实我对这把键盘第一印象其实不太好，主要是被当时键帽的外形以及这个大键钢丝音所深深的影响。所以经过今天改造，我现在开始有对这把键盘稍微心动的感觉。不得不说，这把键盘跟以处比起来，的确是有显著的进步。虽然说它一开始说以套件的形式贩售，不过它最近购买呢都有带轴带键帽，然后我买下的价格是3500块。个人觉得呢，这键帽大概值个100多块，然后这轴体呢至少值个400-500块，所以这个整个键盘单套件大概是3000块钱。我个人觉得在这个价位还是非常的无敌的。然后呢，我也真的非常喜欢它的配件，这个包键盘的绒布包，可以更换的底棉、附赠的定位板，以及这个硬盒，完完全全是客制化的水准。不得不佩服 WOB 工作室，又创造出一把热门并且品质非常优秀的键盘。不过在这边呢，也要跟大家说明一下这把键盘小小的缺点，就是呢，你换上自己的键帽之后呢，可能会有些许漏轴的现象产生。背面这个名牌呢，个人觉得跟整体的底壳是不太搭的，摸起来还是有稍微有点晃的感觉，并且这块拆结构对我来说还是稍微松了一点。
对，就是这把键盘当初在设计之初的时候，为了方便大家拆装，所以它的这个碰珠块才设计的比较松。不过呢，由于本身键盘重量比较重的关系，所以你在拿取的时候，如果你只有拿键盘上盖的话，会有蛮大的几率键盘可能会有脱落。在我在开箱的时候，真的实际发生过这样的情形。不过呢，好在这个碰珠块拆的松紧是可以自己调整的，所以建议你到手时候还是要稍微调整一下，这样可以让你在拿取键盘的时候可以更有安全感。所以喂，你对这把键盘有心动吗？一点点。所以这把键盘推荐给大家，也跟他分享一下，当初我跟我老婆认识的时候呢，我对她真的是所谓的一见钟情，见面的时候我就被她外貌所吸引，对，所以她是我的 crush。好，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部影片再见喽，拜拜。